据新唐人调查，目前全国各地到处是染疫者，因死者众多，许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已经崩溃，政法系统人员更是大面积染疫。山东济宁市公安系统许多警察因为症状太严重不能上班，街上几乎见不到警察。我们30-40号人，还2个人是阴性。对，我们这边都已经是在带病上岗，户籍我那边也是都已经阳了，现在不上班。医生那边也是带病上岗，现在已经最大的保护了，已经也防不住了。还有派出所发通知说，全部警员染疫，暂停办理业务。中共卫健委的会议纪要显示，近20天内估计2.48亿人染疫，其中北京公检法系统感染严重，有些机构已经关门。目前我们没开门呢，因为单位里边阳性的人太多了，现在我没上班呢，都在家里阳着呢。现在也就有个1/10的人在上班，没办法。疫情也冲击到疾控中心。不看，大家都一样的，那就被感染很正常呀。可是我们发烧，我们这拿不到药，没有药都没有流到我们疾控中心这块来呀，不是医院的表现呀。以前疫情对吧，管控可能一些管控政策是给我们，但是现在又不管控了。12月24号，大剧院发布特稿说，中国这波疫情早已开始，死了很多人，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共产党员，还有中共的追随者。但中共一直隐瞒疫情真相。大疫当前，出路何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新唐人记者李韵、李丹霞、王佩涵采访报道。China's Qingdao and Dongguan cities have inadvertently exposed the regime's remarkably downgraded figures for the current COVID-19 outbreak. Dongguan, a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nounced on December 23rd on WeChat that it has been recording 250,000 to 300,000 new infections daily. It added that as of December 22nd, over 2,500 medical workers continued to work despite having been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According to Bloomberg, Dongguan was home to 10.5 million people as of 2021. Also on December 23rd, a local news outlet reported that Qingd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was recording between 490 and 530,000 new COVID cases per day. It further projected the figures would increase by 10% on December 24th and 25th. Qingdao is a coastal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around 10 million. The Chinese regime confirmed that the country discovered only 4,103 new cases on December 23rd. Guangdong Province logged 1,737 new cases, and Shandong Province only found 31 new infections. No new deaths were recorded. According to Central News Asia, the Jiangxi provincial government expects the peak of the pandemic in March 2023, with about 80% of its population being infected. Jiangxi's population is over 40 million. In the 2 weeks leading to December 22nd, major medical facilities in the province admitted more than 18,000 COVID-19 patients, including roughly 500 severe cases, but with no fatalities. Reuters reported on December 23rd that a Shanghai hospital had warned its employees that half of its 25 million population would contract coronavirus by the end of 2022, which is just 1 week away. In a now-deleted WeChat post, the hospital said, "In this tragic battle, the entire Greater Shanghai will fall, and we will infect all the staff of the hospital. We will infect the whole family. Our patients will all be infected. We have no choice, and we cannot escape."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包同的女儿包检推文揭露，中共军政要地京西宾馆今日突然至少1/3房间亮灯，还传出军队301总医院交通管制，引发猜测是否中共高官或家属出事。京西宾馆一般只在3月的两会期间、10月的党代会才有人入住。当局宣布江泽民死亡时亮灯了1周，说明在一个没有任何重大政治活动的时期呢，有了很多中共高层官员入住了。
那么这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共高层现在在举行一个不公开的紧急的会议，而这个主题呢，很有可能与当前北京和整个大陆的疫情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疫情它出现了针对着某种特殊人群的定向攻击的趋势，而这个人群它却包含了大批的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名人和亲共人士。12月21日，网上流出一份中共国家卫健委的内部会议纪要，纪要揭示，据估算，仅20日一天，中国新增感染人数就有大约3700万，而且呈逐日增加趋势。但在国家卫健委对外公布的疫情通报中，20日新增本土病例仅为3049例，与当局内部数据可谓是天壤之别。太过分了！这个政府什么时候对人民负责过？那什么时候说哪句话是实话呀？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他什么时候说过实话呀？到现在都没一句实话，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以为老百姓心里都是傻的，拿老百姓当傻子卖。包检在接受新唐人专访时表示，北京本轮疫情非常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医护人员已经被感染，但当局强迫他们上班，也不通知民众。医院应该是首先感染的，我觉得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感染源。当时的放开不放开，这个政府我们也不清楚他到底怎么想的。当时他肯定是了解医院的情况的，问题是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就医看病的这些病人并不知情啊。所以他肯定还要去啊，那去的时候呢，又被感染了，然后这样人传人。12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刊出对一名北京政法官员的采访报道，这名官员披露，早在10月中下旬，中共20大期间，北京各医院的院内感染就已经非常严重，到12月初完全失控，但这一切都被官方严密封锁。他表示，北京的医疗资源在放开前就已崩溃，许多中共高级别退休官员都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亡。他的一位亲属在医院疗养，查出阳性，去世后死因并未提及新冠，而是尿道感染。现在很多误区的都不让你写是新冠肺炎，或者就是要写一个别的其他的基础病，所以我觉得这就非常不正常。是什么病就应该登记是什么病，不能政府规定。包检表示，如果死者家属一定要写上死因是新冠肺炎，那可能殡葬时会遇到很大麻烦。可能你拉到殡仪馆或者火葬场就会受阻碍，或者别人可能1个礼拜就能怎么样了，然后你可能就放1个月，那一般家属哪受得了啊？只能就范呗。包检指责中共当局在完全放开封控之前，根本没有让老百姓做准备，医药、紧急救护、殡葬等也都毫无准备。政府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毒吗？怎么1天前你还管控，1天以后你全部放开，拉开不管？这什么政府啊？这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吗？新唐人电视李谦、洛亚采访报道。什么慢慢都不走，现在就是离我店慢慢好呢。据半岛都市报12月23日报道，1000万常住人口的青岛，官方按照监测资料推测，目前每日新增感染量为49万人到53万人，并且2天内保持10%的增速，处于高峰来临前的快速传播阶段。与此同时，青岛妇儿医院每天总接诊量达3000多人次，患者多是发热的孩子和孕妇，急诊科上岗医护阳性比例超过3/4。东莞市近日发布，感染者以每天25万到30万人的规模攀升，全市超过2500名阳性医护人员带病接诊。观察人士指出，两地预测的染疫人数贴近人们对疫情的实际感受，而国家卫健委每日公布的数字严重失真。12月24日，他报告全国新增确诊病例4128例。其实之前真实的数字它也有，就包括前几天大家知道的那2.48亿的数字，就是他们估计出来的。他就希望所谓快速达到高峰，然后达到一个集体免疫。最近比较混乱，有些地方就放开，说一部分真话，看民众有啥反应。网传中共卫健委的会议纪要显示，从12月1日到20日，全国累计感染人数高达2.48亿人。20日单日新增感染人数逼近3700万人。卫健委12月25日宣布，将不再通报每日疫情，相关疫情信息由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网友说：“终于停了，发跟不发没区别，造假太难堪了，停掉挺好的。”他现在没办法
报不报已经是事实，所有人都经历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整个成了一个全民的笑话了。而大陆媒体热议北京殡仪馆排队火化乱象，相关话题冲上百度热搜。旅澳历史学家李元华说，在缺乏医疗资源贮备下突然放开，大量的百姓得不到救治。中共只是考量他专制统治的必要性，不在乎百姓的安危死活。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刘芳采访报道。